你能想象吗？在中国河南省黄土高原上，有这样一个曾经被遗忘的村落，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谣：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从远处望去，瞧不见一间房子，唯独生火做饭的炊烟从地下袅袅升起。这就是藏在黄土原下的神秘地下村落。而且这些世世代代都住在地下村落的村民已经生活了4000年。那么这片隐匿在黄土之下的神秘村落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为何村民要住在地底下？在被大量媒体曝光以后，给古老的地下村落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别急，带着这些疑问，今天眼见古今就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这件事还要从90多年前说起。1936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位飞行员卡斯特在中国直飞期间，曾纵横南北，横贯东西，航拍记录了10余条中国航线。当他驾机掠过陕州上空时，透过云层赫然发现原面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方形黑洞。这些边长10余米的规则凹坑内人影攒动，却不见任何地上建筑轮廓。好奇心驱使他按下快门，用镜头定格下4张黄土原上的神秘穴居照片。这组照片后来作为中国特色民居的珍贵史料，收录于他1938年出版的《中国飞行》一书中。这位西方来的飞行员非常好奇，当时他并不知道地面上如此规则的正方形洞穴究竟是什么，所以德军一度以为是中国军队的秘密工事。直到1986年，美国建筑师伯纳德·鲁道夫斯基教授在纽约举办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展览，选用了卡斯特航拍的地坑院图片及黄土高原图片，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地坑院，才让这个隐匿1000年的村落首次进入世人视野。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和神秘的生活方式。这个看似普通的黄土高原区究竟是如何形成如此独特的地下居住形式的呢？这个神秘的村落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张店乡的陕园，当地人称地坑院，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在地上挖坑当院子。三门峡市在河南西边，东边挨着千年帝都洛阳，南边靠着伏牛山，往西一看就是古都西安，北边呢隔着一条黄河，跟山西省遥遥相对。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凿开了龙门，开了砥柱，黄河中游，这儿就有了人门、鬼门、神门3个峡谷，三门峡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中国科考队一群人的汽车碾过陕州区张店园的黄土路，轮胎与沙土摩擦出细碎的声响。5月的风裹挟着麦香掠过园顶，放眼望去，除了错落的苹果树、柿子树，竟看不见半座房屋，那就是地坑院。我们跟着向导来到了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个村子，放眼望去是一片黄土高坡，没有屋檐，也看不到一户人家，远远望去只见树冠和地面上的林木。这地坑院在哪呢？向导一指，这才注意到寨场中央那块被砖石精心围起来的地方，正是科考队要找的地下村落。那墙壁直愣愣地往地下扎，平整又深邃，看得人心里直犯嘀咕。你要是不进那口10米见方的大井，光从原上看，绝对联想不到下面藏着窗口。更绝的是，这地坑院不光建得独特，进门的方式也是别出心裁。就算你是个活地图，找到了地坑院，想进去，那也没门儿。那入口设计的巧妙极了，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怪不得当地流传说，入户不见门，闻声不见人。这地方真是隐蔽到家了。我把你领着去，你看底下的就是4合院，从这儿下去。村民介绍说，顺着陡峭的台阶往下走，看得人心里直犯嘀咕，这得挖多深啊！一直下到6米深的坑底，眼前才豁然开朗。院落四四方方，深度达到6、7米，面积多达几百平方米。院子里的居民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代代相传。跟地面上的炎热截然不同，这里凉快的像是开了天然空调。走进地坑院，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映入眼帘。一群村民正围坐在院子里，
一边哼唱着悠扬的小曲儿，一边灵巧地制作着剪纸。这场景简直就像是一幅活生生的民俗画卷，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可奇怪的是，村民们手中的剪纸竟然是黑色的，这可真是少见。咱们平时见的剪纸不都是红红火火、五颜六色的吗？原来这是陕州地坑院特有的黑色剪纸艺术，源自当地作为夏朝核心区域的文化记忆。由于夏王朝以黑色为尊贵象征，这种延续3000余年的上黑传统深刻影响了民间审美，使得黑色剪纸成为地坑院最具代表性的非遗形式。深色纹样既承载着古老的信仰体系，也构成独特的视觉符号系统。看着村民们灵巧的手指在指间跳跃，一幅幅精美的黑色剪纸逐渐成型。这地坑院啊，真是处处透着神秘和魅力。你肯定想不到，地坑院的历史能追溯到4000多年前。考古学家在陕州附近居然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那时候的先民就开始挖地洞住了。不过最早的地洞可没现在讲究，就是在地上挖个浅坑，搭个草棚子遮风挡雨，顶多算是半地穴。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学会了挖更深的坑，还在坑边上凿窑洞，这时候的地坑院已经有了雏形。直到宋代，史书里才明确记载了地坑院的建造方法：出若掘井，深3丈，基旁穿之。意思就是先挖个深井，再在井壁上横着凿洞。这不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地坑院吗？地坑院的院落布局与北京四合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被誉为地下四合院。走进地坑院，就像走进了一个微缩的小世界。每个院子差不多都是边长12米的正方形，深度6到8米，四壁均匀分布着8到12孔窑洞。院子的4个正面朝向可不是随便定的，而是当地居民根据八卦的方位精心布局的。东西南北分别对应着东镇宅、西对宅、南离宅和北坎宅，每个方向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就拿东镇院来说吧，这可是个做东朝西的好院子，主窑和上下厨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装着一门3窗或一门2窗，既是客厅也是长辈们的安身之所，显得既尊贵又实用。厨窑灶台上支着穿山灶，7个灶眼能同时做饭、蒸馒头、炖肉、炒菜，全部耽误。两侧的偏窑呢，则装着一门1窗，主要是晚辈们居住的地方，当然还有其他用途，用来储物、存放粮食、农具、腌菜缸等。这样的布局既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又充分考虑了居住的舒适性和功能性。跟着当地的老匠人王四虎王师傅参观。王师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地坑院营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黄土高原上守护这一古老建筑智慧的活字典。他一开口就说，咱们地坑院选址可有讲究，不是随便找块地就能挖的。原来他们选地要满足3个条件，首先得找地势高的圆面，这样下雨不会积水；其次黄土层的足够厚，至少30米以上，而且要选粘性好、含沙量少的砾土，这样的土壁不容易坍塌。最后还要看地下水位，至少得在15米以下，不然挖着挖着出水了，这院子可就没法住了。你别说，这跟现代地质学还挺吻合。陕州地处黄土高原东缘，这里的黄土垂直节理发育，直立性特别好，就像天然的砖墙，所以才能挖出这么深的基坑。而且地坑院的朝向也有讲究，主窑一定要做北朝南，这样冬天能晒到太阳，夏天又能避开烈日。古人的智慧真是藏在细节里，老祖宗的风水其实也是一种科学。王师傅说，建一座地坑院相当于打一场持久战。首先得方院子，就是用木杆和麻绳定好尺寸，画出一个正方形的基坑，然后全村人轮流开挖，每天只能往下挖20厘米左右，挖完整个院子差不多得1年时间。挖好坑之后就要打窑了，工匠们拿着签子、锄头在坑壁上凿出窑洞，每孔窑洞高3米，深8米，窑顶还要修成弧形，这样受力均匀，不容易坍塌。最让人惊叹的是，整个建造过程不用一根钢筋、一袋水泥，
全靠黄土的粘性和工匠的经验。窑洞凿好后，要用麦秸泥抹墙，既平整又保暖。门窗都是木质的，窗棂上刻着花纹，门框上贴着对联，一下子就有了家的味道。在中国老辈人的风水讲究里，宅门的位置和样式那可是大事，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吉凶祸福，所以定门洞位置、量尺寸时都得花尽心思，半点不敢马虎。老辈人讲究宅门风水，定门位、量尺寸格外上心，毕竟在他们眼里，宅门是煞气进出的通道，得想法镇住。最常见的法子就是贴门神，除夕夜在门口放桃木杠。门楼作为传统民居的面子，直接体现房主家底，最简易的宅门不过是在墙上挖个洞，讲究些的土坯砌筑，草坡覆顶，再进阶青瓦门顶，看着气派，家底殷实的青砖砌拱，瓦顶周正，有钱人家更甚，磨砖对缝砌门楼，往那一站，尽显体面。最后说到地坑院的排水，在地下的院子是怎么不会被水淹的呢？这是渗水用的渗坑，要是下雨水就流到这个渗坑里头。王师傅告诉我们，这就是渗坑眼。原来他们有3重防水措施，第一重是地面的拦马墙，在基坑周围砌起50厘米高的砖墙，防止雨水倒灌。第2重是通道的之字坡，台阶修成之字形，每几级就有一个平台，减缓雨水下冲的速度。台阶旁边还有暗沟，能把雨水引到原边的排水沟。第3重就是院子里的渗井，院子中央的渗井更是个宝贝，直径1米多，深5米，井壁用青砖砌成，下雨时雨水会进去，慢慢渗入地下，既解决了排水问题，又能涵养地下水。窑顶的土层有2米多厚，就像一床天然的保温被，冬天能挡住寒风，夏天能隔绝暑气，难怪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可如今已经很少人再建地坑院了，人们都已经陆陆续续地搬出去了。在废弃的老坑院，坍塌的窑洞内壁上还能看到褪色的红色标语，记录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集体生活。80年代后，好多村民觉得住地下没面子，陆续搬到地上盖新房，地坑院没人维护，慢慢就塌了。但是王师傅仍活跃在陕原上，用粗糙的手掌丈量着每一寸黄土，看看自己修建的地坑院。如今在这神秘的地坑院里，仍然生活着一群充满故事的村民，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走进郝奶奶家的地坑院，一股朴实而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窑洞前，郝奶奶正给我们讲述着她的故事，她的眼神里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依恋。我从小就生这里长，我的娘家也就在这块，这窑里是冬暖夏凉，人住下也舒服。的确，地坑院独特的建筑形式，使得它在寒冷的冬季能够保持相对温暖，而在炎热的夏季则显得格外凉爽。这种天然空调的效果，让郝奶奶和她的家人们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舒适的日夜。正说着，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板胡声，原来是郝奶奶组织的戏班子到了。5、6个老爷子抱着乐器往石桌旁一围，弦子一拉，秦腔的调儿就顺着坑沿往上飘。郝奶奶是村里的秦腔爱好者，也是这个戏班子的灵魂人物。每逢周4下午，她的地坑院就成了戏迷们的聚集地，大家或站或坐，吹拉弹唱，吼起那铿锵有力的秦腔。这方小小天地因为秦腔而充满了艺术氛围，也让爱听戏的村民们陶醉其中，忘却了生活的烦恼。在地坑院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秦腔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让老一辈的记忆得以延续，也让年轻一代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位是朱林，网名17。朱17是地坑院里土生土长的娃，他家的地坑院可有年头了，算下来100-200年历史，祖祖辈辈传了好几代人。小时候，一个大坑院里挤着5户人家，足足20来口人呢。一家分2口窑洞，灶间挨着灶间，墙根靠着墙根，推门就能串个门，比现在住楼房的邻里亲多了。在他的记忆中，儿时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地坑院发生的。在很多人看来，地坑院非常奇特珍贵，但对于村民来说，它就是我们的家。
日常生活、婚丧嫁娶、歌舞表演都在地坑院里进行。他最怀念的是过年过节的热闹场景。院子里几家人互相帮衬着，一起贴窗花、蒸馍、炸年货、吃团圆饭。2020年，老家的地坑院被暴雨冲塌了。他回去一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小时候住的地坑院，好多都荒了，年轻人都跑地上住楼房，老院子没人管，慢慢要塌了。他突然想，为啥不把地坑院改造成民宿呢？于是说干就干。他先在抖音发老家地坑院的视频，没想到好多人爱看。后来还吸引了香港大学的林君汉建筑师团队，一群人凑一起琢磨怎么改造。因为没钱，索性他咬咬牙，把积蓄全投进去，还借了点，前后花了100万。改造的时候可不容易，地坑院漏水、窑洞加固、排水系统一堆问题。比如有次挖着挖着出水了，差点前功尽弃，最后找专家重新设计排水，把雨水引到花园蓄水池，既解决问题又能浇花。窑洞灶台位置按老规矩不能动，团队就想办法在烟道里藏抽风机，既保留传统又实用。改造完，他天天在抖音直播拍地坑院的夜景， 3D 打印花园、窑洞民宿。网友一看，哇，地下还有这种四合院，居然一下子火了。国庆节开放那天，好多人从外地赶来，窑洞民宿订单爆满，连中国央视赶来都来采访。现在他的地坑院成了网红打卡地，还带动村里其他人一起干。邻居看他成功，也把自家老院子改成民宿、农家乐、咖啡馆，甚至搞起年轻人玩的剧本杀。村里年轻人回来创业，老人卖点土特产，日子越来越热闹。现在他还搞非遗体验，教游客做水草印花、程泥砚，把文化也带火了。10年前，地坑院还是荒废的空心村，年轻人外出打工，老手艺濒临失传。但幸运的是，旅游开发让地坑院迎来了重生的希望。现在村里100多座地坑院都修好了，22座打通成民宿园。如今的地坑院已经从一个隐秘的村落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不仅国内游客慕名而来，连外国游客也纷纷打卡。多家国际知名媒体纷纷报道了地坑院的故事，将其称为中国北方的地下奇迹。当旅游的热潮涌进地坑院，这里又展现出一番新的景象。穿过刻着地平线下古村落的石牌坊，仿佛进入了民俗文化的万花筒。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地坑院的独特魅力。景区里，地坑院被重新修缮和布置，再现了过去的生活场景。22座连通的地坑院内，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传统的民俗文化，比如陕州锣鼓书、剪纸、程泥砚、垂草印花等非遗技艺，还可以住在窑洞民宿，感受地坑院的冬暖夏凉。景区特意开了体验区，游客能跟着70多岁的王四虎老师傅学抹麦秸泥，黄土拌上麦秸秆，往窑墙上一抹，保温又结实。老师傅边干边念叨造3炕4的口诀，说灶台砌3砖高，炕面铺4砖宽，做饭时热气就能顺着烟道烘暖土炕。当年的天然地暖比现在的智能家居还环保。转过弯就是非遗工坊，指尖上的绝活看得人眼花缭乱。陕州剪纸的传承人在窑洞前摆开红纸，拿着剪刀在红纸上翻飞，不一会儿就剪出一只活灵活现的凤凰。地坑院的剪纸图案大多跟生活有关，有窑洞、蜃景、农作物，还有吉祥话。这里的黑色剪纸最有名，以前是姑娘们的陪嫁手艺，现在游客能跟着学剪月牙纹、锯齿纹，甚至可以定制肖像剪纸。隔壁的垂草印花更有意思，把千磅棒草铺在白布上，用棒槌使劲锤，草枝渗进布里，就成了天然花纹，带着淡淡的青草香。阳光透过布上的花纹洒在脸上，这才是真正的植物染，捶打出来的花纹独一无二，特别有纪念意义。最沉得住气的要数程泥砚作坊，匠人从黄河里取来泥沙、澄绿、塑形、烧制，20多道工序下来，普普通通的泥巴就变成了扣之有声、抚之若铜鸡的砚台。游客可以亲手揉泥坯、刻花纹，
临走时在砚台上刻个名字，带走的不只是件工艺品，更是黄河水与黄土的千年对话。说到吃，地坑院的穿山灶绝对是项神技。一炉酒灶，头眼火旺蒸馒头，3眼温火炖鸡汤，最后1眼保温，一顿饭能做7、8样菜。当年农家全靠这灶台省下柴火喂猪呢。现在景区复原了穿山灶，炖羊肉的香味顺着坡道往上飘，路过的游客都忍不住咽口水。有回赶上师傅演示，9口锅同时冒热气，蒸汽在坑院里绕成雾。师傅笑说这叫9锅同沸，老辈人早把节能智慧融进了烟火气里。到了下午，地坑院中央的石桌旁准保围满人，陕州锣鼓书开唱了。传承人抱着4股弦，脚边摆着角子和锣鼓，一人能操持7、8种乐器，唱《封神演义》时古典密得像雨点，唱到现代故事又带点俏皮劲儿。声音在4壁的窑洞里来回撞，坐在石墩上听着，感觉古典能顺着黄土墙钻进心里，比耳机里的音乐带劲多了。被叫做是中国的架子鼓和爵士乐。以前老一辈人蹲在地坑院窑洞里唱的都是杨家将、梁祝这些老故事，现在可不一样了。锣鼓书演奏剧目也从传统演变成流行，有唱出陕州特色美食的陕州十碗席，也有传颂当地历史文化和当下美好生活的在陕知州。从4000年前的地坑院说到现在村里通了互联网，从园上的老槐树说到旅游旺季满院的外国游客。天黑了，地坑院又秒变魔幻剧场。正月里的灯展尤其震撼，千百盏灯笼从10米深的地坑院底部一直挂到地面，剪纸图案被制成灯箱，垂草印花化作光影投影在黄土墙上。打铁花登场，以600摄氏度的铁水泼向空中，噼里啪啦炸开成金色花雨，窑顶的苹果树都被映成了金树。现在还加了无人机和灯光，铁花炸开时，天上飘着地坑院黄河的光影字，旁边佤族师傅喷火表演，火苗嗖的窜起几米高，大人小孩都看得惊呼连连。还有玉溪婚俗体验，游客能当回新郎骑马绕坑院，或坐进花轿当新娘，跨火盆吃喜糖，媒婆在边上打趣，闹洞房的笑声把窑顶的星星都震得晃了晃。尽管地坑院文旅风生水起，但非遗传承仍面临难题。为了让这些老手艺不断代，景区跟大学合作开了匠人班，年轻人用电脑建模设计窑洞，再跟着老师傅实地砌墙。周边村民也跟着干，年轻人也回乡创业，开启了民宿农家乐，把非遗体验搬进窑洞，游客来了能学剪纸、锤草，走时还能带走自己做的伴手礼。在陕州地坑院转一圈，你会发现这儿的非遗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带着黄土味的生活。摸一摸带麦秸的窑墙，就知道老辈人的智慧从来没走远，他们藏在每一块青砖里，每一片剪纸上，每一朵炸开的铁花中，等着我们去发现、去触摸、去传承。夕阳西下，当外界的喧嚣渐渐远去，这片地平线下的家园依然保持着古老的呼吸节奏。它是建筑奇迹，是文化密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启示。或许地坑院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它用4000年时光证明，最伟大的文明往往孕育于最朴素的生存智慧之中。尽管现代科考队用3维扫描技术还原了地坑院的建造流程，但仍有诸多谜团未解，为地坑院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比如，为何部分老窑洞的窑顶弧度精确符合黄金分割比例？古人如何在没有测量仪器的情况下保证4壁垂直？更神秘的是，在一些废弃窑洞的墙壁上发现用朱砂绘制的星象图，与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案惊人相似，是否暗示着地坑院曾作为祭祀场所使用？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个个神秘的密码，仍然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去破解。如果有机会来到陕州，你一定要顺着台阶往下走，走进这个见树不见人的神奇世界，听一听黄土园的故事，看一看老祖宗的智慧，感受一下藏在地下的千年温暖。毕竟有些奇迹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慢慢聆听，细细品味。好了，
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喜欢这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